弘毅不安地看了眼魏婴，此刻魏婴犹如一个炸药桶一般，周身的怨气不断地翻滚着。江家家主戴德头，其中还有金家的人参与。江婉银，额间的碎发遮挡了魏婴的眼眸，轻声的话语却在乱葬岗显得格外突出。自己拼命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。魏婴强撑起精神，可曾见着阿苑？公子申死后，我们便被阴虎符的力量吸引过去，所以不知道阿苑公子的经历。阴虎符，洗劫一空的伏魔洞，被投入血池的温情一脉，被挫骨扬灰的温情与温宁，自己是有多傻呀？自以为固步自封便能护得他们周全，到头来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魏婴痴痴地笑了，随后越发大声，毕竟自己这个笑话真的是那么的好笑。红衣看着疯狂大笑的公子，眼中亦是染了一丝悲哀。原本给温家人设的护阵已无用处，更可以说自己的阵法成了杀人者在乱葬岗的庇护。魏婴挥手间便撤了护阵，阵法外的鬼物纷纷涌入，瞬间填满了空旷的场地，可魏婴3尺之内并无鬼物。魏婴看着浑浑噩噩飘荡在空中的鬼物，转身进了伏魔洞。魏婴直接跳入血池，弯着身子摸索着血池下方的那些尸身，双手触摸到略带冰冷的躯体，还是感受到皮肤的弹性。身死并不久。都说魏婴是天生的笑脸，即使是冷着脸也能看到唇角上扬的弧度，只有眼底的哀伤是怎么也无法抹去。一具一具又一具的尸身渐渐在血池旁堆起，伴着洞外此起彼伏的鬼哭声。魏婴朝着温家人狠狠磕了3个响头，各位叔叔婶婶婆婆，魏婴对不起你们，原谅我不能立刻安葬你们，乱葬岗不应该是你们的葬身之所，待我找到一处安静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我便将你们安葬下去。正在魏婴言语间，一阵白光直直朝着魏婴奔来。等白光散去，一块环形白玉就这样出现在了魏婴面前。魏婴震惊地看着那块白玉，那个梦中的存在赫然出现在眼前。魏婴的心底渐渐浮起暖意，即使隔了一个世界，自己的家人也未曾放弃自己。魏婴伸手接过所玉，不等魏婴细看，一段又一段的话语传入耳中。阿婴，我是爷爷，你现在应该已经恢复了肉身，但是你体内那些伤还是在的，我让一休准备了上好的疗养丹，就放在所玉里面。老二，这个所玉阿婴该怎么使用？阿婴，我是你大伯。阿婴，哎，老弟，你抢我的话干嘛？你自己再存一段啊。我是魏贤，你大伯伯，贤是公玄。阿婴，我那个空间没进去，所以你没见着我。不过没关系，等你过来了，我带你好好出去转转，照顾好自己呀。阿婴，我的声音还听不听得出？魏婴心里默默念了一声二伯伯。是我，你二伯。这个所欲已经认你为主，你自己将自己的怨气输入，里面的东西就是浮现在你脑海里，你想用哪个就是用自己的意念，这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眼前。里面放了很多东西，有我们家的修炼心法，还有丹药，还有一些吃食银两、衣被都放在里面。对了，阿娘也就是你祖母有一缕魂体依附于心法上，你看看还在不在？我的阿婴啊，你太瘦了，一定要多吃点，不要苛待自己，别不舍得花钱。我们魏家在那个小世界也待了挺久，也攒了好些钱，取钱的玉扳指就放在里面，任何一个钱庄都能取。这所玉也才放了10几万两，哎，我就说的多放点。对了，那个魂体你看看还在不在？如果那魂体是休眠状态，你就去找齐家的齐隆昌，齐家和我魏家一直都是交好的，他们有唤醒魂体的术法。如果没了，那老婆子就赔不了你了。阿英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天冷了就多穿些衣服。你修了鬼道，体质会偏弱，初春和秋冬季一定要多穿衣服。阿英哥哥，我是六儿，我今年5岁了，我和阿爹阿娘还是爷爷奶奶、伯伯婶婶们一起等你回来。我把我的小木剑给你，阿英哥哥，这把小木剑六儿只给你。在魏婴听着家人的叮嘱，感动之际，一道灵力悄然朝着云梦方向行去。感动过后，魏婴头顶的呆毛直直地竖立着，脑子里满满都是祖母的神魂也过来了。缓过神后，魏婴朝着众多温家人的尸身再行跪拜之礼，便对着尸身所在之处下了禁制，
防止乱葬岗上的游魂打扰到他们。鬼魂的游走掀起一阵又一阵的鬼风，吹得衣袍哗哗作响。魏婴神色复杂地看着手中的锁玉，一直以为离了江家的自己是无根浮萍。老话常说落叶归根，自己的落叶却是寻得自己的根。身死前夕，肉体被撕咬的疼痛根本不及神魂撕裂的1/1000，而自己的祖母割舍了一缕神魂，冒着神魂受损甚至消失的情况来跨越空间陪伴自己，这样的情有点沉重，有点让魏婴莫名难受。魏婴抿嘴朝着锁玉输入怨气，怨气如同钥匙一般打开了锁玉里面的空间，完美的展现在了魏婴的脑海中。一本魏家心法，一本是清新的秘法。魏婴闭目想着魏家心法，刹那间一本蓝皮本子便缓缓落在了魏婴面前。